有人花钱让我来取你性命，一个杀猪匠，特亲自动手。话太多。主子，此人是平津侯府假千金杜锦秋派来的，他得知您才是侯府真千金，担心您威胁到他的地位，就让人来暗杀你。有意思，您的亲生父亲是平津侯府的侯爷杜文生，母亲是侯府祖母柳氏。当年你母亲因产后身子虚弱，被奶娘钻了空子，所以一个奶娘敢偷换侯府嫡出大小姐，这么多年才被发现，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的修为卡在了化神境，想入破神境，怕是得彻底斩断这些尘缘才行。主子，您要回侯府，您可是夏国的护国神女，整个夏国的安危都在您的掌控之中，连皇帝见了您都要跪拜行礼。您若就这么回去，倒是小小侯府高攀了。以真实身份回去，哪能看透人心？封锁一切消息，不许任何人透露我的真实身份。是。大小姐就住在前面的杀猪匠家，都快点！可是凤瑶小姐，恭喜了，您的真实身份是侯府千金大小姐，快跟我回去享福吧。好。听说这大小姐就是个杀猪匠，粗鄙得很。杀猪匠肯定长得像女张飞，太丢侯府脸了，难怪侯爷不让她走正门。大小姐，侯府到了。是女张飞吗？怎么个事儿？大小姐回来了，怎么没人开门迎接？岂有此理！若是知道您来，就是皇帝也得出门跪迎。一个小小侯府竟然敢如此怠慢！一个杀猪匠的女儿，哪里知道侯府的规矩？让她从后门走，府里那些奴才们才能知道，锦秋小姐依旧是侯府真正的大小姐。大小姐，这府中人怠慢，咱们走另侧门进。这都去了几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把瑶儿带回来？我的心肝这些年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。娘，您快坐下吧，也许姐姐不愿意回来，这才耽搁了。他还有脸不愿意回来？这个杀猪匠养大的，一定是粗鄙不堪的卑贱村妇。侯府肯认他回来，便是烧高香了。侯爷怎么能这么说瑶儿？她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！如果不是那奶娘把2个孩子换了，瑶儿才该是侯府嫡出大小姐。要我说，错了就错了。锦秋是你我亲手培养的千金贵女，从小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又是京都极负盛名的才女。如今换回个杀猪匠，侯府的脸都丢尽了。父亲，您别这么说姐姐。姐姐虽然从小杀猪粗鄙了些，但只要足不出户，养在府中，还是不会被人诟病的。你这意思是要将瑶儿藏在府中，不对外公开她的身份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你就是想霸占平津侯府嫡女的身份不还。父亲，我都是为了侯府的名声着想，没想到母亲居然这么看我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有父亲在，那杀猪匠永远也别想和你争侯府嫡长女的身份。那个杀猪匠的女儿怕是回不来了，我已经请了大夏破灵境的第1高手去杀了，他不可能还活。你是我的女儿瑶儿，母亲，我的好女儿，娘让你受苦了。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杀猪匠的女儿？
何况你不是什么？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母亲，姐姐为何一回来就污蔑我？这不是我的玉牌。就是凤瑶，刚回来就诬陷妹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侯府玉牌都是有数的，各房清点查一下，不就知道这玉牌是从哪里出去的？这种小事，侯爷也需要人教？侯爷如此偏颇，确实不该，还不赶紧去查！侯爷、夫人，前段时间府中失窃，这玉牌应是被贼人偷走的。就这般巧合，行了，小贼而已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安安分分。还请侯爷尽快禀报陛下，昭告京都贵吏，瑶儿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某些人就是鸠占鹊巢的假千金。他从小在杀猪匠家长大，还需要好好教教规矩。以后再说吧。父亲，明日就是皇后举办的百花宴，各国使臣、皇亲贵胄都会受邀参加。不如我先带姐姐去见见世面，对外就说姐姐是侯府表小姐，如何？百花宴上，敌国使臣必会前来调戏，只要我略施小计，就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也好，明日去了皇宫，一切听锦秋的，不许丢侯府的脸。我才是母亲的亲生女儿，为何要以表小姐的身份参加？对，我的女儿是侯府嫡出大小姐，凭什么要说是表小姐？一个杀猪匠，也不怕他丢了侯府的脸。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姐姐听到了吗？你只能以侯府表小姐的身份参加宴会，我才是侯府嫡女。妹妹可要小心，可别摔了脸，明日宫宴无法见人。我的好女儿，是娘没有保护好你。您给了我生命，我很感恩。若非为了您，这侯府没有回的必要。这杜锦秋没有什么好心眼儿，和那个恶毒的奶娘一样。明日入宫千万要谨慎小心。我会的。什么镇国将军、赵将军，如今不过就是个叛国被贬的奴隶。听说整个京都没人愿意为你赎身，萧天宇，你这辈子就乖乖被我踩在脚下了。锦秋，你不是和萧庭云有婚约吗？要不要为他赎身？是啊，锦秋，你们侯府和他们萧家不是有婚约？谁和他有婚约？一个奴隶也配得上本小姐？赶紧把他弄走，当了皇后娘娘的百花宴。这人在故意隐藏实力，有意思。今天就是打死你，也没人敢管。奴隶，谁出钱就归谁。那现在开始，你归我。这女人是谁啊？那萧庭云可是叛将儿子，他也敢赎？不知道，跟着平津侯嫡女来的。凤瑶，你别生事端，若是丢了侯府的脸，父亲不会轻饶你。我操！你谁啊？敢从本少爷手里抢人？当今贵妃可是我亲姑姑，你……如此绝色，他就是我们侯府远房的一个远房表亲而已。我是平津侯府的嫡出大小姐，杜锦秋只是奶娘的女儿，偷来的身份而已。她竟然是假千金！她平时看人鼻孔朝天的，总觉得自己爹是侯爷，看不起我们。现在她竟然是下人的女儿！凤瑶，一会儿百花宴开始，我要你死！原来是平心侯府。看在你不知者无罪的份上，本公子不和你一般见识，让人把这奴隶乱棍打死。一会儿再陪我喝杯酒，这件事就算了了。啊，现在是我的人。
好的很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知道她是谁吗？纪国公世子，当今最受宠的纪贵妃是她亲姑姑。你得罪了她，父亲会打死你。姑娘为何宁愿得罪季家，也要救我？可这一旦得罪季家，对平津侯府来说会是灭顶之灾。一个季家，还伤不了我。传闻平津侯府真千金是个杀猪匠的女，可她身上的气质与灵力，可不是杀猪匠能有的。有意思，借着她的身份继续居留在京都，也是个好办法。这个就是那个侯府来的真千金啊！谁知道他身份是真是假？他怎么会来？还没给他留位置。小别心散瞧他那样，真是硬。现在乖乖跪下来给我磕头求饶，我还能放你吗？小姐，平津侯府内卫的位置本应该是你的。他做过，脏人。姐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百花宴的位置都是工人提前安排好的。姐姐，这里位置空着，你可以坐在这里。小姐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小姐，那个位置不能坐。这个位置为何坐不了？蠢货，坐了龙椅可是杀头的死罪，你就给我等死吧！小姐，小姐，那是龙椅，快起来！这个位置不能坐吗？我不知者无罪。可杜锦秋，你也不知道吗？这可是你让我做的呢。这可是你自己愚蠢，非要做皇位，可和我们平宁侯府无关。你说是吧，世子？当然，一个蠢货而已，自己找死，我们可都看见了。蠢货，自己非要坐龙椅找死，还不赶紧起来！看他一会儿怎么死，还以为多难对付，果然只是个杀猪匠而已，愚蠢之子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，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何人如此大胆，敢坐龙椅？见了陛下还不跪拜？来人，拖下去杖毙！慢着！护国神女竟然来参加宫宴了，难道是神女听到了我与皇后的祈求，君子出山了？神女，江国得到了上古魔琴，要借着百花宴前来我夏国生事。若夏国无人能弹动那把琴，必将招来灭国之祸。求神女出山，庇佑我夏国度过此劫。陛下，他是我父亲刚从外面找回来的，不懂规矩。他坐龙椅的事与我们平津侯府没有关系。陛下，我作证，是他自己要坐龙椅的。陛下，这种蠢货拖下去砍了得了。这个蠢货，平日里用搔首弄腮的手段就算了，今日还想把这种手段用在神女身上，到皇上都生气了，一个臣女竟然敢坐龙，这是想谋朝篡位啊！快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让我打死！都愣着干嘛？赶紧拖下去打死！谁敢？这么强的威压，果然，他的身份并非只是个杀猪匠那么简单。皇上，你也觉得我要篡位，要杀我？朕绝没有。真是好张狂的蠢货！皇上要杀你，还要问你的意见不成？
那就是寻常人碰一下都会灰飞烟灭的上古魔琴。江国的人明显是来挑衅我夏国的。一会儿就把凤瑶这蠢货推上去，让他被那魔琴震碎，灰飞烟灭。夏国皇帝，听闻你们的百花宴，我江国陛下特命我们带来了这上古魔琴作为贺礼，不知夏国可有人能为您弹奏一曲？怎么，硕大的夏国连个有种敢接琴的都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！看来夏国是真的后继无人了。我江国蒸蒸日上，人才济济。既然你们不敢接着琴，以后你们就要以我们江国为尊，每年给我们国家纳贡。朕亲自。对，他一个杀猪匠，有的是力气，让他接那把琴。不过神女，他会接吗？只要神女出手，我夏国必能躲过这次灾祸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接！那把琴是上古魔琴，修为在化神境之下的，根本承受不住。姐姐弹几下琴弦而已，不会不敢吧？哈哈哈哈！杀猪的！哈哈哈哈！夏国就算没人，也不能让一个杀猪的来送死！哈哈哈哈！不过是把琴而已，拿过来吧。哈哈哈哈！小姑娘，劝你别自寻死路。这把琴，没有修为的普通人碰一下都会灰飞烟灭。聒噪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只是个杀猪匠。看来这女人修为不低，但想弹动魔琴，依旧是不自量力。我等着看她怎么死。啊！他怎么能接住这把琴？没关系，只要他不自量力触动琴弦，必死无疑。倒是把好琴。怎么，怕了？不敢了？是把好琴。这魔琴是我们江国。以您的灵根，怎会无法触碰这魔琴？愣着做什么？把琴拿回来！可他管他是什么人，先把琴拿回来！上古魔琴居然认主了，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。皇上，魔琴认主了，这是天佑我们大夏！哈哈哈哈！魔琴认主，天佑我大夏！魔琴认主，天佑大夏！天佑大夏！魔琴怎么会认一个杀猪匠为主？该不会这琴是假的吧？既然这把琴他能碰，那我更加能碰的。姐姐，这把琴根本不是上古魔琴，而是假的。不知死！凭什么你能碰那把琴？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你灵根平庸，还妄图触碰神器，没死也算你命大。
这可是上古魔琴，岂是什么人都能随便碰的？还不赶紧退下，丢人现眼！我要快来这里坐。今日你能弹奏这把琴，就是我夏国的大功臣。皇后，你疯了！你的凤仪也是他们做的，一个位置而已。本宫说他能做，那便能做。是，既是大夏功臣，那自是坐得起高位。这女人真是放肆，皇后客气一下，她还真敢做。我江国陛下不过是想试探一下你大夏有无勇士敢碰魔琴，这把琴只是把假的而已。那把琴居然是假的，难怪他一个杀猪匠都能弹奏那把琴。连自己的位置都让出去了，结果琴是假的。这女人是个隐患，绝不能留。皇上，臣女早就看出这把琴是假的，所以才故意试探。没想到姐姐明知道琴是假的，居然还欺瞒大家。求陛下念在她只是杀猪匠，不懂规矩的份上，饶她这一次。这位姑娘肯定知道这把琴是假的，却故意欺瞒，欺君可是死罪啊！这琴是真是假，朕还是分辨得清楚。此次江国送来的大礼，我大夏收下。身为平之侯府错养千金，占尽嫡女荣华，却处处针对凤瑶，真假不分，真是丢人现眼。还不赶紧退下！今日本想让他出丑，借着皇上的手除掉他，没想到竟然让他大放异彩。不行，这个杀猪夫绝对不能留了。小姐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来人啊！护驾！护驾！还挺能装。姐姐她杀了使臣。江国使臣死，咱们大夏，江国一定会派兵。陛下，姐姐她杀了江国使臣，这是要让我大夏陷入万劫不复啊！皇上，此女斩杀来使，绝不能留。陛下，凤瑶斩杀来使，绝不能姑息。皇上，她不就是平郡侯府流落在外的女儿？听说就是个杀猪匠，粗鄙得很。难道身份还有什么特殊之处？是啊，陛下，她就是个杀猪匠的女儿，仗着自己有几分蛮力，此次能弹动魔琴，也只是侥幸。哼，她就是我大夏的护国。我确实是杀猪匠，那又如何？方才江国使臣拿魔琴挑衅的时候，你们有一人敢站出来吗？是啊，江国使臣挑衅的时候，你们谁敢上前了？既然凤瑶敢出面，那就是大夏的功臣。今日百花宴，朕要论功行赏，封平心侯府嫡女凤瑶为护国郡主。陛下，她只是平津侯府的嫡女，如何能担得起郡主之位？行了，你是想忤逆朕？这个小妖精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皇后和皇上都对她如此偏袒？难道她是皇后故意找来勾引皇上的，想让这小妖精入宫与我争宠？不行，我得在她入宫之前先想办法毁了她。你是萧家的？陛下，他就是被贬为罪奴的萧将军之子萧庭云。今日你护驾有功，想要什么可以提出来。陛下，罪奴只想跟着凤瑶小姐，别无他求。准了。夏国皇帝，我江国使臣死在你夏国，
就等着我们江国出兵吧！我江国的铁骑一定会踏破你夏国皇城！我爹说了，斩草要除根，永绝后患。与其让他回去通风报信，引发战争，不如让他们闭嘴。毕竟，死人的嘴最严实。皇上，他简直是疯了！3位江国使臣全都死在我大夏，江国若是以此为借口与我大夏开战，必将生灵涂炭啊！他疯了！江国挑衅大夏也非一朝一夕了，郑国大将军满门被杀，唯一活下来的少将军还被废了武功，贬为谏奴。江国觉得大夏无人，怕是早就蠢蠢欲动了。你放肆！萧家叛国被仇人所杀，罪证确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说萧家，你急什么？心里有鬼。陛下，陛下，此女简直罪无可赦！她斩杀来使就是给江国正大光明挡我大夏的理由，这种乡野村妇绝不能留啊！江国使臣藐视我大夏威严，妄图趁乱弑君，杀他们名正言顺。凤瑶有功，继续赏，赏黄金100两，绸缎100匹，良田1000亩。多谢陛下赏赐，凭什么皇上要封他为郡主，还赏赐这么多珠宝？你可知郡主之位是世袭，只要你能顺利成为平津侯府名正言顺的嫡女，他一死，你就能得到他的一切。我已经安排杀手去侯府杀他母亲了。柳氏一死，我爹会立刻将我娘提为正室，等过段时子再随便选个由头，说我其实也是侯府亲生的女儿，那就能顺理成章的拿到她的一切。皇上，她就是一个被杀猪匠养大的村妇，您何必给郡主的身份还给这么多的赏赐？她如何受得起？季贵妃，本宫看你是越来越不懂规矩，皇上的决定也是你能随意智慧的吗？可是，皇上的心怕是早就被这狐妹子给勾走了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夫人出事了！我母亲出什么事了？何事如此慌张？有刺客入府，夫人遇刺，身中剧毒，大夫说无力回天了。匆忙赶回去又有何用？我请的杀手惯用南疆剧毒，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他。这会儿父亲估计已经迎娶母亲入府为新主母了。皇上，臣女家中有急事，先行告退。皇上，您看看这种毫无教养、不懂礼节的女子。行了，你闭嘴。陛下，快带着圣旨赏赐，还有太医去侯府，务必要治好平津侯夫人。是。你不是说我母亲中毒病危，这侯府怎么在办喜事？小姐，奴婢不知。看来柳氏已经死了，父亲正要迎娶我母亲入府。小姐，那柳氏怕是到死都不知道，您本就是侯爷的亲生女儿。只要再除掉凤瑶那个贱人，这侯府的一切，包括她郡主的身份，还有那些赏赐，就全都是我。小姐，夫人不在房内，他们把夫人送去哪里了？以后啊，这间屋子就要换主人了，好好收拾收拾。我娘呢？谁知道呢？可能已经被抬出去埋了。以后这侯府啊，可就换你进了。我最后问你，小姐，求您放了二小姐，大夫人在后院柴房。柴房？我母亲若是有任何闪失，我要你们陪葬。她中的可是南疆的剧毒，宫中太医来了也救不了。父亲嫌弃她死在内宅晦气，凤瑶敢对我动手，你等着！娘，本来好好的，
是宫中有人传信说，小姐你在宫中顶撞皇上受了罚，夫人着急入宫给您求情，遇上了刺客。是南疆的剧毒，药石无医。区区小毒而已，能轻松化解南疆气毒，她是化神境神女，既已入化神境，为何还要装作普通人来这侯府受刑？大小姐敢对我们小姐动手，侯爷让我们把您带过去，教教您规矩，顺便会见一下侯府新主母，您的新母亲。新主母，我娘还没死，我倒要去看看。你娘中的是南疆剧毒，一炷香已过，药石无医。她一死，父亲迎娶新人，又有何不好？走。那边，还有那边，擦干净。完了。侯爷，娘，凤瑶欺负我！逆女，敢对你妹妹动手！爹爹，他今天入宫丢尽了侯府的脸，居然还敢直接坐在皇后的凤椅上。个畜生，还不赶紧跪下！跪下？你也配？你个小辈，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！你娘已经死了，我就是侯府未来的女主人，现在给我跪下，我还能替你求个情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可是这侯府的女主人。女主人，我母亲曾是丞相千金，多少名门望族踏破门枝都想求娶的世家贵女。你杜文生靠着我母亲和柳家的人脉才有了今天，如今我母亲还没死，你就迫不及待让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进门。不三不四。侯爷，他反了天了！他打我！把这个不孝女给我绑了，让她给我跪下！今日我非要好好教教你侯府家规！凤瑶小姐是陛下亲赐的护国郡主，我看谁敢动她。护国郡主？皇上会赐她一个什么都不懂，还以下犯上做凤椅的杀猪匠当护国郡主？圣旨到！侯爷，恭喜了，这是陛下册到侯府小女为郡主的旨意，以后这平阳侯府要平步青云了。凤瑶小姐，太医已经去内院给夫人诊治了，没有别的事儿，奴才就先回宫了。在大夏，护国郡主可先杀后奏，谁想死？这圣旨，父亲母亲有所不知，皇上是看在侯府公姬的面子，赏了侯府嫡女一个郡主之位，可姐姐根本就德不配位。侯爷，皇上居然封嫡女为郡主啊！她只是冒名顶替的冒牌货，侯府嫡女只有凤瑶小姐一人。陛下肯定是要赏我女儿锦秋的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锦秋就是我和侯爷的亲生女儿。如今我成了侯府主母，那锦秋就是侯府的嫡出小姐。刘氏已死，说出来也无妨了。锦秋本就是我们的乖女儿，这郡主之位理应是锦秋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我女儿锦秋才是皇上亲封的护国郡主。赶紧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给我关进柴房！杜锦秋是你的女儿，这么说，当年趁我母亲生产虚弱，将我与她调包之事，是你早有预谋。当年
你忌惮我外祖世事出此下策，如今我外祖先逝，你欺我母亲无人撑腰，害她性命，着急迎这女人进门。杜文生，你也算个人？这种人渣确实算不得人。你一个罪臣之子，如今被贬为奴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嚣张？也不看看自己现在是个什么货色。别以为两家曾经有过婚约，你就敢如此放肆！你现在就是个狗奴才，我就是打死你，你也要给我受着！我的手，锦秋，娘，母亲，我的手断了，好疼啊！快叫大夫，叫大夫！那个畜生对你妹妹下如此毒手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我的人，你也配动？畜生，畜生啊！如今你母亲已经死了，柳家也没人了，我看还有人敢护着你！给我打断他的腿，关进柴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他离开柴房半步。还有这个奴隶，给我打死，扔去乱葬岗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明明中了南疆奇毒，应该死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死，耽误你迎新主母入府了。没死又如何？如今你柳家已经没人了，还以为你是当年的丞相府千金大小姐，你爹早就死了。母亲可看清楚这些人的真实嘴脸，这些畜生死该死！娘就是心疼你，苦了你啊，孩子，是娘没用，没有保护好你。娘，不怪你。侯爷，他若是不死，我和锦秋就永远见不得光那护国郡主的位置。今日我要娶芸娘为侯府新主母，反正你中毒身亡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夫妻一场，我留你们母女个全尸，你们去地下好好团聚吧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请来的都是顶尖杀手，给我杀了他们！好大的胆子，敢刺杀护国郡主！父亲，当统领，你误会了，锦秋才是陛下想赐的护国郡主。哼，山鸡也配想当凤凰？带走！这件事有误会，锦秋也是我的女儿，也是这侯府嫡女，且比凤瑶还大些。她确实是侯府嫡出大小姐，我会亲自入宫禀明皇上。你不必入宫了，朕亲自来看看平心侯是如何宠外室灭妻的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我用父亲留下的免死金牌，请人求陛下前来为我主持公道的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臣妇刘汝团要告平心侯杜文生宠外室灭妻，残害亲女，将那外室生的私生子与我的亲生女儿调换，还妄图买凶害我性命。杜文生，汝兰乃是老丞相唯一的女儿，身份尊贵，你敢如此伤她，罪该万死！陛下，娘娘，娘娘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夫人，你误会了，这件事是家事，何必惊扰陛下？你我私下解决。母亲，是啊，这都是家事，我也是您一手带大的女儿，何必？你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称我的女儿？我的女儿只有凤瑶一人。杜文生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确实不该在外圈养外室，但绝没有让人害他性命，臣不认。你父亲对大夏劳苦功高，朕赐柳家免死金牌，就定会为你做主。今日之事，你想如何处置？臣父，如兰，夫妻一场，你莫要赶尽杀绝。臣父要与杜文生和离，他这平津侯的位置也是我父亲的功劳换来的，求陛下收回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同意你们和离，削去杜文生平津侯的爵位，贬为庶人，赶出侯府。如兰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不能和离，不能和离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
皇上，这侯府不如就改成郡主府，让凤瑶和汝兰继续住在这儿。好。谢陛下，皇后。赶紧把他们都赶出郡主府。如兰，姚如兰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父亲。凤瑶，有事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今日之事，多谢陛下，娘娘为我母亲做主。神女为何突然下神山来这侯府？有凡尘俗事未了，需先安顿好母亲。那神女有任何需要本宫与陛下相助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瑶瑶，多亏了你，让我看清了那人渣的真面目。之前，娘错过了你18年的陪伴，往后，娘一定会好好弥补你。娘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的毒才刚解，还需要好好休息。快扶母亲回去休息，这府中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好。郡主能轻易化解南疆奇毒，应是化神境之上的神女，为何要隐藏身份留在京都？只是为了安置母亲，解决人渣。能看穿我的身份，你也不简单吧？我都这样了，还能如何不简单？真能忍啊！萧庭云，传闻大夏镇国将军府的少将军萧庭云天赋异禀，出生便是通灵境的绝世天才，会如此轻易被人废了根基，甘愿当一个奴隶？郡主多虑了，我只是个废人。侯爷，这可怎么办？那野丫头一回来，刘汝兰那个贱人就如此狠心，居然求来了陛下。放心，我手中还有筹码，我们输不了。爹，那个凤瑶现在顶着镇国郡主的名头，我们对付她就更难了。你速去季家，让这封信交给季敖。还好之前你花钱为我置办了这处宅子，不然咱们真的要露宿街头了。我怎么舍得让你露宿街头？你来做什么？这宅子是你用我母亲的嫁妆在外偷偷置办，我来回收，有问题吗？你这个畜生，你要对我赶尽杀绝！我可是你爹！我是我娘生的，你是不是我爹？谁知道呢？你简直粗鄙不堪，这种混账话都说得出口！把他们赶出去！这家里一砖一瓦都属于我郡主府，把这里全都给我拆了，该扔的扔，该卖的卖。凤瑶，你个逆女！你们都退下来了。娘娘，陛下带着皇后出宫，去了那平津侯府。您猜的准没错，皇后就是要利用那个女人迷惑陛下。陛下现在对那个凤瑶十分宠溺，偏爱有加。一个粗鄙的杀猪匠，真不知道陛下喜欢他什么。娘娘，皇后那么聪明的人，自是知道这杀猪匠性格不拘小节，正是宫中娘娘们所没有的。陛下吃惯了山珍海味，难免会喜欢吃些萝卜白菜。你说的对，这个凤瑶绝不能留。可眼下陛下封她为郡主，咱们又不能明着暗着下手。娘娘，不如您做主，将她赐婚给季少爷。季少爷毕竟是您的亲侄子，等凤瑶嫁过去，让她活还是让她死，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。季少爷可最擅长让人死得悄无声息。传本宫口谕，将凤瑶许配给纪国公府世子季傲，择日完婚，让季傲带着本宫的口谕亲自去平津侯府下批示。
乖女儿，快来娘身边坐。这段时日在侯府住的可还舒坦？夫人，郡主，姬家来人了，我们拦不住他们。郡主好大的架子，我们国公府来人也不出来迎接。长得倒是不错，郡主的身份也足够配得上我们家少爷。只是听闻郡主这些年一直在做杀猪匠，在这种粗鄙的环境中长大，想来也没什么规矩可言。进了我们国公府，可得好好学规矩。季管家，你国公府魏通传突然造访，所谓何事？贵妃娘娘口谕，让凤瑶郡主嫁给我们家世子季傲为妾，即刻入府。为妾，国公府的人脑子都让门夹了，让我们郡主为妾，你们国公府欺人太甚。季贵妃可是陛下最宠的妃子，她膝下的九皇子才华横溢，更是储君之选，让你嫁入我国公府为妾，也是抬举你。我的女儿绝不为妾，带着你的东西滚出我郡主府！再敢来，我打断你们的腿！给我滚出去！滚！你们别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请吧，郡主府不欢迎你。慢着，郡主想清楚了？也是，你毕竟是皇上亲赐的郡主，做妾是委屈了些。我回去禀告少爷，让他提你做贵妾。夫人，这季管家是不是虎啊？招惹小姐，这不是找死吗？这国公府真是欺人太甚了。季贵妃和国公府确实权势滔天。你敢对我动手？我可是国公府的管家，是国公夫人的亲弟弟。季贵妃和少爷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们等着！不弄死，斩草要除根。我不杀走狗，脏手。这季贵妃怕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娘，不用怕，有我在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好你个凤瑶，居然敢动手打我！这个管家可是国公夫人的亲弟弟，杀了他，嫁祸给凤瑶。是。凤瑶啊凤瑶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能从我手中逃走，实力不弱呀。主人，我被发现了。他的实力在我之上。主人，您已是化神境高手，整个九州只有2人突破化神境，难道这个侯府真千金就是另一位化神境神女？交代你查的事情，查到了，九皇子与姬傲暗中勾结，在皇外的斩龙坡秘密屯兵3万，皆是精锐，且国公府与江国有密信往来，早已勾结。郡主，萧庭云在里面洗澡呢。慌什么？这是南域，他还能直接闯进来不成？小姐，有事。伤好的挺快啊。是比常人恢复的要快些。主子，您自求多福吧，不是属下不救您，是这神君真打不过。小姐，你们出什么事儿了？小姐，不好了！国公府的姬傲带人包围了郡主府，说您杀了他们国公府管家，要抓您问罪。这是陛下御赐的郡主府，你国公府的人凭什么来抓人？我奉贵妃之命，捉拿杀人犯凤瑶。她杀了我国公府的管家，就是陛下也保不了她。你国公府管家离开郡主府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就死了？你出手狠辣，宴会上打死江国使臣，如今又打死我国公府管家，我的下人都能作证，我看你怎么狡辩！带走！
个奴隶也敢站在本世子身前！我的腿！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我的人你也配动？武士的免死金牌已经用过了，贵妃口谕，凤瑶杀害无辜，其罪当诛，可先斩后奏，给我杀了他！你还真是上赶着找死！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灵力？你绝对不可能只是个杀猪妇！你的灵力这么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想死，我成全你。他现在还不能死。不要！别以为你隐藏实力，我就查不到你的真实目的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废物！他发现你不简单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本事。啊，疼死我了！世子，那个凤瑶杀了吗？杀了！你看看我的腿，就是他打的。这个凤瑶就是个粗鄙村妇，居然把你伤成这样，绝对不能饶了她！你个蠢货！是说他只是个杀猪匠？剑会上的魔琴是假的吗？今天我差点死在他手里，他分明就是个修行之人，而且修为绝对不低。怎么可能？他就是被杀猪匠养大的。世子，那咱们就更不能留他了。当初宴会上他带走萧庭云，现在想来肯定不是偶然。若他真的那么厉害，又站在萧家那边，他出变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得助攻去找九皇子，我们的计划得提前了。禀告九皇子，这个凤瑶就是个变数，必须得尽快除掉。九皇子身边高手如云，杀他一个凤瑶很简单。那个杀猪匠居然真的是个天赋极佳的修行者，凭什么？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活着。你是萧家的孩子吧？快来坐下。夫人，我现在是奴婢，不配。萧家与我父亲是世交，你祖父在的时候，我们两家定下婚约。只是可惜你萧家遭此变故，我柳家也沦落至此。快来坐，坐到阿瑶身边。说起来，你与阿瑶还有婚约在呢，没有外人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与小姐有婚约，可我现在只是奴婢，配不上小姐。既是长辈定下的婚约，又怎能嫌弃你如今的身世？只要阿瑶愿意，娘，我没有成家的打算。在山上的时候，我也一心只有修行。我天生感情淡薄，不适合成家。阿瑶，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山上修行，苦了你了。不苦，我有师傅，还有一群同门师兄弟，大家都很宠我。夫人，小姐是郡主，我们虽有婚约，但确实不般配。我只愿做小姐的奴，一生一世侍奉小姐。你这孩子，阿瑶又岂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？娘，我不想嫁人，我就想陪着你。你吃不吃饭？坐下，吃饭能堵住你的嘴。夫人，小姐就是嘴硬心软。方才小姐还在南御房与萧公。秋霞，你看错了，那是误会，误会。小姐突然闯进南域，还看了我的身子，真的不该负责吗？阿瑶啊，我看庭云也不错。等过段时间，我入宫求陛下取消他的奴籍。你们打住！娘，吃饭，饭菜凉了。我和他……既然小姐不肯对我负责，那就算了。反正萧家没人了，我也只是奴婢。你既对庭云有意思，就不能只缠人家身子，你得负责。陛下口谕，凤瑶郡主，陛下口谕，让您进宫面圣。可是宫中有急事，陛下着急让奴才迎您入宫，说是出大事了。娘，在家等我，不用担心。早去早回。臣，江国的大军已经到了我夏国边关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你先退下吧。不用，他在这儿便是。你们几个退下吧。萧将军在时，江国数十年不敢进犯大夏边关。萧将军一死，江国便开始蠢蠢欲动。陛下就没有考虑过，萧家叛国可能是一桩冤案？朕何曾没有怀疑过？若非念及镇国将军府的功绩，朕也不会留萧庭云这条命。可将军府满门被杀，将军府又搜出大量铁证，百官弹劾，朕不得不下旨降罪啊！陛下，将军府满门被杀本就蹊跷，我父亲乃是大夏第一高手，若真有心叛变，早就带着一家老小叛逃了，怎会在将军府被杀？萧将军是大夏第一高手，朕也纳闷，到底是何人能在一夜之间杀光将军府满门啊？是啊，除了你萧庭云不在家中幸免于难，其余男女少一个不留，连襁褓中的婴孩都未留活口，就怕江国出兵只是个幌子，这京都怕是也要变天了。真相很快就会揭晓，我也很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人杀了将军府满门。贵妃娘娘，纪傲少爷上门提亲，那个凤瑶拒婚，还打死了国公府管家，现在陛下又把他召入宫了。反了天了！本宫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娘娘息怒，去告诉九皇子准备好，我们的计划得提前了。谢谢你一直在帮我。我并不是在帮你，而是在帮大夏，帮我自己。我外祖父为大夏鞠躬尽瘁，我娘也是大夏人，我想让他在大夏安度晚年，那大夏就不能起战争。如果我没猜错，神女应该是破境遇到困难，需要下山了却凡尘俗事。不装了，整个九州大陆除我以外的另一位化神境神尊，天子。与你一样，我的境界也在化神境停滞不前，家人惨死，真相不明，下山了却凡事。你父亲是大夏第一高手，能在短时间内杀光萧家满门的，一定也是个化神境的高手。这说明有人破了化神境，却一直躲在凡尘，隐藏实力。这也是我隐藏实力潜伏在京都的原因。化神境的高手，鱼上钩了。真是没想到，化神境的神女居然也会下熊山，干扰人间俗事。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？凤瑶既已入化神境，就不该再管人间俗事。回你的神山，否则我要你娘死无葬身之地！藏头露尾，说明他怕身份暴露，应该是我们所熟识的人。也许就在我们身边，会是谁呢？快回郡主府！阿瑶，这巫蛊娃娃不知是何人放在府门外的。娘听说，当年萧家满门被杀的时候，门口也放了这么个巫蛊娃娃。现在可以确定，今夜我们遇到的那个人，就是杀害我萧家满门的人。我的身份暴露，你又与我在一起，他们这是狗急要跳墙了。我的人查到，季家与江国往来密切，季傲与杜文生都是九皇子阵营，我父亲是太子阵营的。九皇子若想登基，就必须除掉我父亲这个隐患。有没有可能，隐藏的化神境高手就是九皇子？如果这个九皇子天赋异异，他母亲又是皇上的宠妃，他没必要从小隐藏实力，只要他足够出众，皇上会上赶着将皇位传给他。那倒也是。此人不是九皇子，但绝对是九皇子阵营的人。也许杜文生和杜锦秋那两个蠢货会成为突破口。夫人好眼光，这可是上好的云锦。老板，这匹布我要了，多少钱？你这匹布10两银子，仅此一匹，二位10两银子，我要了。100两银子，价高者得。我出150两银子。娘，
爹现在哪有这么多钱？九皇子不是私下给了他些银钱，放在你这儿。可那是九皇子让爹用来打点关系的。我不管，今日咱们绝不能输给他们。200两银子，300两银子。好，300两银子卖给这位夫人了。多谢了，我帮老板高价卖出这匹布，他给我的利润。没想到神女也不开玩笑。神尊不是也挺会装惨卖渣的吗？世子，您回去禀报九皇子，那笔钱我一定会用在打点官员上，他放心。哎，李秋，九皇子给的银钱呢？给爹300两，爹去办点事儿。爹，钱娘拿去买布料做衣裳了，正好300两。爹，你怎么能打娘？谁说的？带着他吃饭不腰的，你居然打我！你说是不是外面又有人了？不给我回去！回去！我为了300两，你打我！现在被踢出侯府，生无完，你居然还打我！爹，都怪那个凤阳，他和财务价才导致我们损失了300两。等你大事一成，我要他生不如死！陆文生和姬傲私下为往密集，今晚绑来杜文生，看看能不能问出点有价值的信息。说，九皇子身边化神境的高手是谁？什么化神境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平津侯，你们赶紧把我放了，否则不说，我废了你的双腿。这是亲爹吧？我说，九皇子身边最厉害的就是他的暗卫，只要九皇子有危险，暗卫就会出手。至于是不是化神境，我也不清楚啊。让你的人把他衣服脱了扔醉花楼，醉花楼的老伯自会去找芸娘要钱赎人。那芸娘还不得把你爹生吞活剥了？他不配当我爹。今晚你亲自去九皇子府中试探一下，看看他的暗卫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。试探出来了吗？九皇子的暗卫很强，但离化神境还太远。不是那个暗卫，那会是谁？九皇子和季贵妃在皇宫外屯兵，要逼宫的打算，要告诉皇上吗？你早知道他屯兵要造反，那日入宫却没有明说，不就是想看他们父子互相残杀，萧家满门被杀，皇上降罪萧家，你对皇上还是有恨的吗？是的，我原本的计划是要看他们父子相残，两败俱伤，看着大夏因皇帝昏庸而走向灭亡。但现在我改变主意。为何改变主意？大夏在，你母亲才能安度晚年。毕竟倾巢之下无完卵，大夏覆灭，你母亲也会受到牵连。那就携手一起将那个人抓出来。等一切都结束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等一切都结束，陪我娘走完这一生，我也就了无牵挂了。到时候大概会重回神山。你呢？查到杀害萧家的真凶，报仇后有什么打算？执念消除，便回去继续修炼。小姐，出事了！城外叛军打进皇城了，皇宫已被叛军包围，现在整个皇城到处都是九皇子和季贵妃的人。小姐，不好了！侯爷，那个杜文生带着杜锦秋和芸娘闯进侯府了，说要夺回属于他们的一切，把夫人和你赶出去。
还真是沉不住气了。看来皇宫已经沦陷了，皇帝大概落在叛军手里了。那你也太小看我这个护国神明了。放心，皇宫里我早已经安排了人手，皇上短时间内不会出事。如果我没有阴差阳错遇见你，大概率我们会是敌对关系。对上我，那你肯定输。对上你，我已经输了。刘氏，当初你做事那么绝，可想过会有今日？陆文生，你还真是小人得志，这就迫不及待来炫耀了。我就看不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这侯府，你早就该退位让贤了，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侯府主母、郡主母亲呢。今天我也让你看看什么叫风水轮流转。那我也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。我为尊，你为卑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也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他敢打我，他居然敢打我！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以为你是什么丞相府大小姐，这一辈子最恨你这副清高的模样。如今的大夏已经变了天，我会是大夏的丞相，而你只是个下堂妇。一个被休弃的庶民，也敢这么同我母亲说话，你配吗？不可能，就算你灵根天赋高，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强大的灵力。是你，你有灵力，你没有被废灵根。你们只配在我母亲面前跪着，好好教教她规矩。要破坏别人家庭的外室女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，我呸！我可是侯爷，你敢打？刘氏，你欺人太甚！最该打的人就是你。凤瑶，你们嚣张什么？边关战乱，皇上的兵马被江国牵制，救皇子的人已经包围皇宫，大夏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。这侯府的主母啊，本就应该属于我。柳氏，你若还想活命，现在跪下来求我，也许我能求求夫君，给你一条生路。赶紧放了我们！全都进来！你们是死人吗？给我杀了他们！你果然是装的，萧庭云，别忘了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们两人有婚约。你要还想让我嫁给你，就给我杀了他！你还真是愚蠢的可笑。从始至终，与我有婚约的，都是刘老丞相唯一的外孙女真千金凤瑶。你个赝品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凤凰啊？对呀，与庭云有婚约的是我们家阿瑶，你算什么身份？只是个冒名顶替还不知感恩的蛇蝎，庭云岂会看上你？娘，这时候就别再提婚约了。这份婚约可是你外公亲自与我祖父定下的，这可做不了假。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提婚约？萧庭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对，侯爷，这腿这么快就能下地了，看来那晚我还是下手太轻了。你，那晚绑了我的人是你！你个畜生，不孝女，你想弑父啊！你也配为父？带着你的外室和私生女，滚回去告诉九皇子和季贵妃，他们的计划不会得逞。萧庭云，你欺君，你根本就没有被废根基！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入宫，让九皇子治你们的罪！这侯府主母迟早是我的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们一定会讨回来的！
阿瑶，京都要变天了，这宅子给他们吧，咱们快些离开京都，万一叛军真的篡权夺位，咱们就走不了了。娘，我之所以下山，就是要让您安安稳稳安度晚年的，京都不会有事，您相信我。可皇宫都被包围了，边关也起了战争，大夏怕是气数已尽了。娘，我可是大夏的护国神女，守护大夏是我的职责。阿瑶，你是大夏的护国神女。你带人死守郡主府，务必确保柳夫人安全。主人，我们的人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带皇上从密道逃离，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。青羽，留在郡主府，照顾好我母亲。这里是我唯一的软肋，绝不能出事。主人放心，青羽拼死也会守住夫人。九皇子手中那张筹码，修为很可能在你我之上。我从小天赋极高，被师父带去昆仑山，本以为破了化神境就能回家与父母短暂团聚，却等到了满门被杀的噩耗。既然我不能与父母共享天伦，那便为你和柳夫人谋一条路。保佑2个孩子平安回来，保佑我大夏。季贵妃，你撺掇九皇子谋反，你该当何罪？皇后娘娘，如今这皇宫内外全都是我们的人，你们乖乖束手就擒，写下退位诏书，我们还能留你们个全尸。畜生！朕早该想到你们母子狼子野心。你说，萧家人是不是你杀的？萧家满门确实是我们杀的，萧家谋反的罪证也是我们一手谋划的。萧家不死，父皇你怎么会孤立无权了？谁说孤立无援的？季如兰，我们还没输了，你知不知道她是谁？姑姑，化神境神女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娘娘，萧庭宇，你也没毁掉根基，他是化神神尊，天启！2位化神境高手，母妃，这么怎么办？父皇身边2个化神境高手，我们毫无胜算，还不赶紧束手就擒！化神境的高手又如何？你们以为我们手里就没有筹码了吗？季贵妃，你们手里那张筹码也该交出来了。他们手里还有筹码？能杀得了萧将军府满门的，必然是化神境以上的高手。果然，他们手中也有化神境的高手。可整个九州大陆，不是只有你们2位化神境高手吗？有人一直在隐藏身份和实力。皇上，你也太天真了。从化神境神女愿意当下护国神女的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已经做足了准备。今日我们既然敢逼宫，就说明我们根本不怕什么护国神女。母妃，您真的有化神境高手？他在哪儿？快让他出来！是啊，娘娘，您快把他叫出来。别急，他就在我们当中。杀了他们！母妃，化神境的高手，居然是你！居然是你，季如兰，这些年你隐藏的可真深啊！要怪就怪皇上你太蠢，根本就不适合做这大夏的皇帝。这大夏的江山，迟早是我的。这些年，我假意与你争宠，实则在暗中谋划一切。真以为我稀罕你的宠爱？我整日与你虚与委蛇，想想都恶心。季如兰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简直就是疯了！臣妾竟不知这皇宫中藏了这么大的隐患，就在您枕边。疯子，你处心积虑就是为了扶持九皇子登基。你若早些表明身份，能力用在正处，这把皇位给他又何妨？母妃，原来您就是化神境的高手，太好了，有您扶持，我一定会坐上这大夏皇位。为什么啊？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，我不可能为他人诞下子嗣。一个九皇子，
不过是我的挡箭牌而已。你简直是疯了！难不成你还想当大夏的女皇？错，不是大夏的女皇，而是整个九州的女皇。我季如兰有能力能一统九州，这九州本就该是我的。疯了，这女人疯了！所以你就杀了我萧家满门，连我哥嫂尚在高堡中的孩子都放过？那又如何？他挡了我的路，我曾无数次私下与你父亲示好，妄图说服他帮我一统霸业，可惜他也鼠目寸光，见识短脚。凭什么我们女人就不能当这九州的统治者？若夏国皇帝昏庸，你确为帝王之才，我相信萧将军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你。季贵妃，你心思狭隘，刚愎自用，根本就做不了帝王。你为了自己一己之私杀害将军府满门，若真让你当上九州女帝，那九州百姓怕是要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你们闭嘴！两个无知小儿，你们懂什么？真以为你们过了化神境就能与我为敌？我还不把你们放在眼里！废话太多，今日我要你给我萧家满门偿命！你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帮萧庭云？你郡主府现在应该已经血流成河了。我手下全部的高手都去了郡主府，你母亲只会死无疑。凤阳，你们赢不了我！不可能！你不过是刚入化神境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你心术不正，入了化神境便停滞不前。本是绝世天才，却因你的贪念束缚了你的手脚。他就是杀害你萧家满门的凶手，了结了他，你的执念就消了。就因为你的贪念，我萧家满门87条命全都死在你手里。萧庭云，你不想当这九州的掌权者吗？只要与我联手，我死也要拉你母亲陪葬！全完了！都疯了，全都疯了！姬贵妃和九皇子已死，叛军群龙无首，宫中交给你们。神女，快回郡主府救你母亲！就是死，也要求到主人回来！我的乖女儿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娘，娘在。娘，都结束了，叛军群龙无首，主动投降了。皇上命叛军首领戴罪立功，已前往边关与江国作战了。把郡主府的人全部厚葬。娘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往后我就住在这郡主府，陪着你。错失了这么多年的时光，要补回来，都要补回来。主人，如今大仇得报，您还回昆仑吗？当然，要不您先别回了，我看您还有心愿未了，回去也不利于休思。
我这里有上好的昆仑山灵药，有助于修行。没出息的样。此次多亏了2位。凌云，萧家的事情已经彻查清楚，皇上已经替萧家翻案，也已经写了罪己诏，追封你父亲为昭远王，赐庙宇，享百姓供奉祭奠。边关也传来喜报，江国被打得抱头鼠窜，与我大夏签订10年盟约，10年不敢进犯我大夏。神女可是要回神山？我会以郡主的身份暂时留在大夏，给我母亲养老送官，等一切尘埃了电，再回神山。好，那真的太好了。郡主护驾有功，封为镇国公主；其母柳氏封为一品诰命夫人。有神女庇护，我大夏百姓一定会安居乐业，日渐强盛。那庭云有何打算？还有凡尘俗事未了，也会暂留大夏。好。你萧家大仇得报，你还有什么凡尘俗事未了？似又有了新的执念未消。你事儿怎么那么多？这样下去如何破境？修为难道就止步于此了？公主殿下，您的公主府缺驸马补。不缺。知道你我的境界为何在化神境停滞不前吗？凡尘俗事未消只是其中之一，我们如果想破境，也许可以试试双修呢。拿我当3岁孩子忽悠呢，没门儿！真没门吗？我爬窗户行不行？员外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会不会死啊？都是你，还不是你挑唆，否则我怎么会和凤瑶为敌？季家谋反，罪证确凿，满门抄斩，即刻行刑，斩立决。公公，我是平津侯，凤瑶郡主是我的女儿，你通融一下，在皇上面前求情。什么凤瑶郡主？那是镇国公主。汝鸾，你救救我！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你去跟陛下求情，饶我一命！汝鸾，我毕竟是凤瑶的亲生父亲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不配做我父亲。我今日来只是来看你下场。我想问问，你可后悔了？后悔当初纵容外室换走我的女儿？后悔你妄图让外室做主母，下毒谋害我？后悔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？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，阿瑶，我是你父亲，是你亲生父亲啊！只要你肯让他们2个替你去死，皇上就会饶你。杀了他们！都是他们2个蛊惑我！阿瑶，让他们去死，饶我一命！你们看到了，这种自私自利之人，也配你们费尽心思争了一生。人家娘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路上的风景很美，永远不该把时间浪费在人渣身上，他不值得。娘今日在大佛寺祈福，祈求神明保佑我的女儿找到一个能陪她共度一生的良配。娘，我都说了，我不嫁人。你不用嫁嫁。我嫁，我入赘。结果我在佛前刚许完愿，就看到了庭云，这就是注定的缘分。萧庭云，你算计我娘呢？我也是去祈福的。你一个化神境的神尊，去祈什么福？阿瑶，你也知道，娘这辈子没什么遗憾，我有对你外祖，你和庭云的婚事是你外祖定下来的，娘就想看着娘，我娶她还不行吗？离我远一点。阿瑶，娘可不是逼你，你对庭云也是有感情的，否则谁的话都不好使，对不对？我的女儿可就交给你了，
我的生命短暂，但你们两个是长生者，未来的日子很漫长。我不需要你永世不变心的承诺，我只要你答应我，无论何时，爱就用真心去爱，不爱了就大大方方告诉对方，不要有隐瞒，不要有欺骗，更不要伤害对方。凤瑶，我永远不会骗你。天若有